为什么散户总在牛市里亏钱？中美日韩4个市场竟然是同一个答案。大家好，我是苏涵。先讲今年发生在韩国股市的一件事儿。2026年以来，韩国散户净买入本国股票大约79万亿韩元，融资买入余额大概是29万亿韩元，这是创纪录级别的看多。韩国现在管散户叫做蚂蚁投资者，今年的蚂蚁是韩国历史上最勇敢的一批，因为他们觉得 AI 是真的，半导体是真的，三星和 SK 海力士就是国运本身，那凭什么不梭哈呢？但是6月23号，韩国 KOSPI 指数单日下跌接近10%，三星电子、SK 海力士这样的核心资产也大幅下挫，市场触发了临时交易暂停。最相信牛市的那批蚂蚁挨了最重的一拳。这件事儿的残酷之处在于，它不需要 AI 是假的， AI 可以是真的，产业趋势可以是真的，公司可以是好公司，但是散户照样亏钱。所以今天呢，我们要讲一个更底层的问题，就是为什么散户总是在牛市里亏钱？我的结论是，散户最危险的时候其实还不是熊市，而是他自以为看懂牛市的时候。散户亏钱是因为他们不聪明吗？当然不是。很多散户天天看新闻、刷博主、研究 K 线，比专业投资人还努力。但是问题不在于智商，而在于位置。股市呢，不是大家平等排队领钱的地方，它更像是一个鱼塘。你以为自己是在买股票，其实呢，你是在选择自己的生态位。这个鱼塘我把它分为5层，让我们从深水区往浅水区来看。第一层呢，就是深水区的大鲸鱼，它包括像国家的长期主权基金呐、养老金呀、社保基金呀，还有一些大的保险资金。他们从来不追涨杀跌，甚至不主动去吃谁，但是他们的体量足以改变整个水塘的水流。那么他们能赚多少钱呢？给大家3个数字日本政府养老投资基金 GPIF 2001年以来的长期年化回报呢，大概是 4%。挪威的主权基金长期年化回报大概是 6%。中国的社保基金呢，大概是年化 8%。这3个数听起来似乎也不太刺激。但是大家要知道这些养老金可是不允许把全部资金都投到股市里的。我们以中国社保基金为例，它的 70% 的资金呢，只能投23%左右收益的固定利息的产品，大概呢，只能有 30% 左右投入到股市。如果想做到整体资金年化收益率达到 8% 左右，股市那部分的长期复合年化收益率要接近 20%。就算它股票部分买到了监管上限的 40%，那么它在股市当中获得的年化回报也得 15.5% 才能达标。由此可见这些大鲸鱼在股市的投资回报率那可是相当高的。我总结他们的秘密有4点：长期、分散、低成本、再平衡。鲸鱼们赚的是时间的钱。第2层呢，就是这个大鱼，包括那些公募资金外资券商自营保险资管这些大鱼们他们有自己的研究团队、交易系统、风控模型、资金优势。但是咱们要公平的说一句，机构大鱼也不是神。标普官方呢有一个跟踪了几十年的报告，叫做 SPVA， 那专门比较主动基金和指数。结论可是很残酷，就是说如果把时间拉长到10年、15年，大部分的主动基金是跑不赢指数的。那这份报告呢，官网也是免费的，建议每个散户都可以去看一眼，那是市面上最便宜的清醒剂。大鱼们真正的优势不是稳赢，而是他们更能控制风险，更能够长期的存活下来。他们赚的是研究和风控的钱。第3层呢是快鱼，包括量化高频做市商套利资金它不一定比你看得远，但是一定比你反应快。当你还在解锁手机的时候，他们可能已经完成了下单、撤单、对冲、止损。他们赚的是速度、数据和结构的钱。顶级量化有着惊人的业绩，但那是极小的样本。
我们不应该因为知道有了西蒙斯基金，就觉得自己装个软件也能战胜市场。第4层呢是猎鱼，就指那些游资啊、专业的炒短线的大户啊，还有一些资金量特别大的散户。他们呢往往熟悉题材盘口、情绪接力，知道什么时候该点火，什么时候该出货。那这一层里面确实是有高手的，但是幸存者偏差在这一层最严重。我们听到的是翻了几十倍的故事，但是我们听不到的是那些爆仓消耗、退出江湖的大多数人。最后一层呢，就是浅水层的小虾米了，也就是普通的散户。虾米最大的问题就是它的位置处于劣势，它的信息最晚，资金最小，速度最慢，情绪最重，纪律最弱。当所有人都在讨论牛市的时候，他才能够下定决心买入，而这个时候他买到的往往就是情绪的接力棒了。上海证券交易所呀，每年都会发布一份上海证券交易所统计年鉴。截至到2024年末，沪市共有4777万个持股账户，其中呢，个人投资者，也就是散户，高达4764.68万户，占比99.74%。而在这些个人投资者当中呢，90%是股本金不超过100万人民币的小散户，股本金低于10万人民币的股民数量高达2305万户，占比48.4%。也就是说，中国的股市当中啊，有将近一半的投资人是股本金低于10万元的超小型散户，而账户资本金在300万元以上的个人投资者呢，总共才不超过146万户，只占股民总数的4%左右。中小散户虽然贡献了绝大多数的交易量，但是只有极少数人能够盈利，而且即便盈利了，金额也非常小。在股市整体盈利的年份，比起机构投资者，散户赚的很少，但是在亏损的年份，散户又亏得特别多。比如说2017年是一个盈利的年份，2017年散户贡献了中国股市当中82%的交易额，但是却仅仅获得了股票市场当中不到9%的盈利，而机构投资者呢，用了仅仅不到18%的交易额，就获得了91%以上的利润。机构和散户的利润率的差别达到了46倍以上。这张图的重点呢，不是说大鱼坏啊，小虾米可怜，而是说不同体量的资金投资者，他们赚钱的方式完全不同。鲸鱼赚的是时间的钱，大鱼赚的是风控的钱，快鱼赚的是速度的钱，猎鱼赚的是虾米情绪的钱，小虾米最亏本，因为它总是在用最弱的身体呢去扛掉上一层猎鱼的打法。接下来呢，让我们把这张生态图放到4个国家当中去检验：美国、日本、韩国、中国。4个国家都有股市，但完全不是同一种鱼塘。我们这个排序呢，是按照各国股市资历的深浅排的。美国1792年就有股市了，日本呢1878年股市成立，1949年战后重开。韩国呢1956年起步，中国的 A 股呢是1990年重建的。最老的股市200多年的历史，最年轻的呢只有30多岁。美国的散户赚钱靠的不是快，而是制度。美国的散户多不多呢？很多。2025年根据公开调查的口径，大约60%的美国成年人直接或者间接持有股票。但是呢，他们不是天天自己去炒短线，而是通过 401k 养老金账户、共同基金、指数基金长期参与。他们的工资一部分就会流入养老账户，养老账户呢又流进指数基金，指数基金呢可以长期的投资，吃几十年的复利。当然了，在美国股市的历史上也有散户热血的时刻，比如说2021年有一个叫做 GameStop 的上市公司，那就出现了散户在论坛当中集结起来，大战华尔街的做空机构，最后呢，把这个快要退市的股票炒高了10几倍，大赚一笔的故事。那当然，这个故事很燃，可是呢，让大多数美国散户真正能够分享到股市收益的，还是他们的养老金账户。
所以美国的这个鱼塘里面呀，散户发现自己最容易赚钱的方式，还是借助制度把自己变成小号的鲸鱼。然后我们再来看日本股市啊，1989年前后，日本股市站上了历史之巅，然后掉头向下。如果一个日本普通股民在那个时候买入，大概要等多久才能解套呢？答案是30多年，日经225直到2024年才重新突破了1989年的高点。一代人的时间呀，日本这个鱼塘的教训真的是让散户们刻骨铭心。国家再强大，公司再好，如果你买在了泡沫的顶点，那么照样套牢你半辈子。但是呢，日本这几年的重新上涨啊，也给了我们另外一方面的启发，就是日本的公司治理改革、外资对日本股市的重新定价、通胀的回归，以及 NISA 免税账户的扩容。日本政府可以说在用制度把居民储蓄从存款引向长期分散的投资。日本股市告诉我们，好公司不等于好价格，买在高点照样套你30年。再就是散户能不能赚钱呀，一半看股市的行情，一半还要看制度怎么样去做。然后就是韩国啦，韩国就是我们今天开头讲的那个故事的完整版。韩国的股市可以说有一个结构性的问题，就是太集中了。你看，半导体一个行业，三星、海力士2家公司就能够决定韩国整个指数的呼吸和命运。产业趋势越真实，它的资金越拥挤，越拥挤呢，价格就越脱离常识，越脱离常识，韩国的蚂蚁散户呢就越容易在最兴奋的时候借钱冲进去，叠加杠杆融资买入，就成就了开头的那记重拳。2020年，韩国的冬雪蚂蚁运动当中，蚂蚁们抄底拖住了市场，很热血。但是同样一群蚂蚁散户，在 AI 最热的时候呢，加杠杆追涨，就从托底者变成了接盘侠。同样的一群人，不同的位置，命运完全相反，这就是生态位的意思。我们再来看中国的 A 股啊，是这几个市场当中最年轻的，但是池塘里面的小虾米密度也最高。A 股有没有给过散户机会呢？当然有过。2006年到07年、2009年、2014年到15年、2019年到2021年、2024年到2025年，可以说呀，机会也不少。但是问题是，散户入场的时点呢，往往是政策刺激啊，题材上涨，然后呢，媒体扩散全民讨论，产业想象带动了估值的提升，然后市场的波动放大，最后呢，散户追入，然后被高位套牢。似乎每一次啊，这样的悲剧都在重演。那么，中国散户有没有创造奇迹的人呢？有啊，比如说中国第一代散户传奇杨百万，靠的就是国库券的异地差价。那个时候，中国资本市场制度刚刚起步，信息差还没有被完全定价，普通人靠着信息差还真就能赚大钱。但是今天的 A 股早就不是90年代的 A 股了，散户面对的是机构量化、游资、外资和程序化的交易。如果用30年前的地图来走今天的鱼塘，是刻舟求剑，是要迷路的。让我们回到当前最热的 AI 主题，为什么 AI 题材特别容易让散户亏钱呢？因为它太有说服力了。AI 是真的，算力是真的，产业升级也是真的。正因为全是真的，它才最容易让人放松风险意识。假的故事骗不到认真的人，但是真的趋势有可能做到。每一轮的科技牛市啊，都是走这样的链路。先是少数人看到了真实的产业的变化，然后呢，机构对公司呢进行重新的估值，股价上涨，然后呢，媒体开始大肆的报道，博主也开始讲了，朋友圈开始晒了，最后呢，普通人觉得再不上车就晚了，于是呢，最危险的事情就发生了。你以为你自己啊是在买未来，其实呢，你已经在买别人交易过很多轮的预期了。所以说呀，方向正确也不等于买点正确，公司优秀也不等于它的估值就合理，趋势长期向上不等于短期它不会暴跌，看好未来也不等于我们可以满仓加杠杆冲进去。科技牛最危险的地方就在于它会让投机看起来像是一种信仰。那么散户是不是注定要在市场当中亏钱呢？也不是。
散户有胜率的场景需要4个条件同时在场。第一呢，市场本身需要长期向上，有盈利增长的公司，有分红，有制度的保护，有长期资金的持续流入。第二呢，它买入的价格不能太贵，日本那30年就是为这一条付的学费。第三呢，就是这个散户的交易频率必须足够低。第四呢，它的仓位结构要合理。前面2条看市场，后面2条看自己。散户总以为机构的优势是聪明人多，其实呢，机构最大的一个优势是他们有风控。在你最兴奋、最想加仓的那一天呢，风控会毫无表情的强制你减仓，他们可不跟你讨论信仰。但是散户就没有风控这个人了，所以散户想要在市场当中活下来，必须得自己给自己当风控。你要把规则写在下单之前，而不是在被套牢之后。散户唯一真正的结构性优势，恰恰就藏在第3个条件当中。就是你不用每天交易，你也不用向任何人证明自己，你还不用为了季度排名去追任何热点。快鱼必须快，但是你可以慢。散户真正的优势不是比机构快，而是你可以比机构慢。这个资产配置3层金字塔呢，是我在 ETF 投资全景图当中给大家做的一个对应的配置图。普通投资者呢，可以把自己的资产分成这3层。第一层呢，就是安全仓，这里面呢可以放现金、货币基金、短债、国债逆回购，你的备用金。它的目的不是为了赚大钱，只是为了让你不会在市场最低点被迫卖出优质的资产。很多人亏钱不是看错了方向，而是他的现金流撑不住了，倒在了黎明之前。第2层呢，就是长期底仓，这里面呢可以放宽基指数、红利资产、核心资产、全球分散的资产。目标不是让你暴富，而是让你站在长期增长的那一边，去吃鲸鱼吃的那口饭。长期分散、低成本再平衡，这4个口诀大家记好。第3层呢，就是弹性仓了，这里面可以放 AI、半导体、机器人这些产业趋势非常明显的资产，我们可以参与，但是呢，它们只能被放在金字塔的塔尖儿，而不是塔身。先活下来，再拿得住，最后才追求赚得更多，这样的顺序不能够颠倒。这一期呢，我不是劝大家离开股市，恰恰相反，股票仍然是普通人分享企业增长和时代红利最重要的工具之一。但是我们在入场之前不要问明天这个股票能不能涨， AI 还能不能追，而是要问我现在在鱼塘的哪一层，我的打法和我的体量匹配吗？我用的是我的闲钱投资，还是我借钱去投资了？我是分散参与趋势了，还是把所有的身家都压在一个故事上面呢？我们要学会用时间、纪律和组合，给自己换一个更好的生态位。真正聪明的投资者不是冲进浅水区和猎鱼去抢食，而是要学会做一条小号的小鲸鱼。最后呢，留一个问题问大家你觉得自己现在是在鱼塘里的哪一种鱼呢？以及你现在的打法和你的体量是匹配的吗？说真话，我会在评论区参与你的讨论。我是苏涵，我们下期见。